吴昊看着紫渊，脸上露出笑容，我没事，多亏了灵月宗主和陈道友，我才能活下来。无极道长看到吴昊，连忙走上前，对着吴昊拱了拱手，国主，让您受苦了。无极道长知道，如果不是吴昊引走了噬魂尊，他们这些人怕是一个也逃不掉。随后众人在山洞内坐下，无极道长将他们这段时间的经历告诉了众人。原来自从上次分别后，他们就带着一些幸存的修士躲到了这座雪山深处。这里气候寒冷，魔气稀薄，魔修很少会来这里巡查。可即使如此，他们还是遭到了几次魔修的袭击，不少修士都牺牲了，如今只剩下寥寥数人。敖烈呢？他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吗？吴昊问道，眼中满是担忧。紫渊叹了口气，脸上露出悲痛的神情。上次我们遭到魔修的袭击，敖烈统领带着禁军，为了掩护我们撤退，独自抵挡魔修，最后牺牲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众人都陷入了沉默，眼中满是悲痛。敖烈身为神国的禁军统领，一生都在为神国，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，实在让人惋惜。敖烈是神国的英雄，我一定会为他报仇。吴昊沉声道，眼中满是坚定。众人纷纷点头，心中的怒火更加旺盛。随后众人在山洞内商议接下来的计划。如今他们汇聚了所有能找到的幸存修士，可人数也不过数百人，与噬魂尊手下的数十万魔魂和魔修相比，简直是天差地别。噬魂尊得到了祭祀宝典，又得到10万魔魂相助，实力深不可测。我们这点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一名修士忧心忡忡地说道，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6重天被魔修毁灭吗？另一名修士眼中满是绝望。吴昊看着众人，沉声道，我们不能放弃，6重天是我们的家园，我们必须保护它。如今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去其他世界寻找援兵。神殿也都是神族修士，跟神国的修士同属神族，他们不可能看着神国的修士被屠杀殆尽。我决定带着陈道友去神王宫寻找神殿的4殿主，请求他出面相助。众人闻言，眼中都闪过一丝希望。神殿的实力强大，若是能得到他们的帮助，或许真的能逆转局势，打败噬魂尊。吴昊话音刚落，陈平便上前一步，沉声道，国主，此事不必劳烦你同行。6重天如今危机四伏，你需要留在这里统领幸存修士，守住最后的希望。前往神王宫，我一个人去就够了。这话一出，山洞内顿时安静下来。紫渊第一个急了，上前抓住陈平的衣袖，眼中满是担忧，不行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神王宫在8重天，要穿过虚空通道，你这实力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办？灵月也皱起眉头，附和道，陈道友，紫渊说得对，神王宫所在的8重天与6重天相隔2重境界，虚空通道本就凶险，再加上你要强行破开界域壁垒，风险太大，我们不能让你独自冒险。陈平轻轻拍了拍紫渊的手，语气坚定，我知道这一路凶险，但正因为凶险，才不能让更多人跟着我冒险。你们留在这里，既能保护幸存的修士，也能留意噬魂尊的动向。若是我能顺利请来援兵，咱们才能里应外合。他顿了顿，看向吴昊，国主，打开通往8重天的通道会遭天道反噬，具体会有什么后果？吴昊叹了口气，神色凝重地解释，界域之间的壁垒由天道法则守护，尤其是从低境界前往高境界，法则压制会更强烈。以你现在地仙境2品的修为，要强行撕开6重天到8重天的通道，首先要对抗2重界域的法则之力。天道反噬一旦触发，轻则经脉尽断，修为尽废，重则神魂俱灭，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。就算如此，我也必须去。陈平没有丝毫犹豫，手中的斩龙剑微微颤动，仿佛在呼应他的决心。6重天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多耽误1天，就会有更多修士死在魔修手中。敖烈统领的仇，那些死去修士的仇，都等着我们去报。
这点风险我担得起。吴昊看着陈平眼中的决绝，知道他心意已决，再劝也无用。他沉默片刻，缓缓开口：既然你意已决，我也不再阻拦，但强行破戒绝非你一人能做到。我和灵月宗主、无极道长联手，帮你稳固通道，分担一部分法则压力，或许能减轻天道反噬的威力。灵月和无极道长立刻点头，我们也一起帮忙，就算拼尽全力，也要让你安全进入八重天。紫渊咬了咬嘴唇，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巧的玉瓶，递给陈平，这里面是我炼制的凝神丹，能在你遭遇天道反噬时护住神魂，你带着，万一遇到危险，或许能用上。陈平接过玉瓶，紧紧握在手中，对着众人深深一揖：多谢各位，此恩我陈平铭记在心。等我带着援兵回来，咱们一起夺回六重天。众人不再多言，立刻开始准备。无极道长取出一张泛黄的界域地图，在山洞地面铺开，指着上面一道暗红色的线条说：从这里出发，到六重天北部的陨星崖，那里是界域壁垒最薄弱的地方，在这里打开通道，能减少一些法则阻力。吴昊点头：好，我们现在就动身去陨星崖，争取在天黑前做好准备。一行人收拾妥当，朝着陨星崖出发。一路上，魔修的踪迹越来越少，毕竟陨星崖地处偏僻，常年罡风呼啸，很少有人会去那里。但即便如此，众人依旧小心翼翼，生怕遭遇魔修的巡逻队伍。傍晚时分，他们终于抵达了陨星崖。这里的景象极为荒凉，地面上布满了深不见底的裂缝，黑色的罡风从裂缝中呼啸而出，卷起碎石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天空中乌云密布，偶尔有紫色的闪电划破天际，显得格外诡异。就是这里了。无极道长站在崖边，指着前方虚空，界域壁垒就在那片虚空之中，肉眼看不见，但能感受到法则的波动。吴昊深吸一口气，对陈平说：等会儿我和灵月宗主会释放灵力，在虚空之中搭建一个临时的灵力屏障，先削弱法则之力。无极道长会用术法稳固屏障，你趁机运转灵力，集中力量撕开通道。记住，通道一旦打开，你必须立刻进去，不能停留，否则天道反噬会越来越强。陈平点头，握紧了手中的斩龙剑，开始运转体内的灵力。金色的灵力在他周身环绕，龙族血脉的力量也逐渐苏醒。他的瞳孔中闪过一丝金色的光芒。准备好了吗？吴昊看向众人，见大家都点头，便大喝一声：动手！话音落下，吴昊和灵月同时释放出灵力，白色的灵力与紫色的灵力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道巨大的屏障，朝着前方的虚空笼罩而去。屏障与虚空接触的瞬间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仿佛在对抗无形的力量。无极道长迅速掏出木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串串符文从无极道长口中喷出，融入灵力屏障之中。屏障的光芒变得更加耀眼，周围的法则波动也明显减弱了几分。陈平，就是现在！吴昊大喊。陈平不再犹豫，将体内所有的灵力都汇聚在斩龙剑上，金色的剑气冲天而起。他双手紧握剑柄，朝着虚空狠狠劈下。轰！一声巨响，虚空仿佛被撕裂开一道口子，一道漆黑的通道出现在众人眼前。通道周围环绕着紫色的电光，散发着恐怖的法则气息。快进去！灵月大喊。他和吴昊、无极道长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，维持灵力屏障消耗了他们大量的灵力。陈平没有犹豫，纵身一跃，跳进了漆黑的通道之中。就在他进入通道的瞬间，身后的灵力屏障突然破碎，一股恐怖的法则之力朝着通道席卷而来。不好，天道反噬来了！吴昊大惊失色，想要冲上去帮忙，却被无极道长拦住。没用的，这是天道对破戒者的惩罚，外人根本无法干预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无极道长叹了口气，眼中满是担忧。通道内，
陈平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。紫色的法则之力如同无数把利刃，不断切割着他的身体和神魂。他的皮肤瞬间被割出无数道伤口，鲜血顺着身体流淌，滴落在通道内，瞬间被通道的黑暗吞噬。陈平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，体内的经脉开始剧烈颤抖，仿佛随时都会断裂。他能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正在快速流失，神魂也在被法则之力不断侵蚀。不能就这么放弃。陈平咬紧牙关，想起了六重天的惨状，想起了敖烈统领的牺牲，想起了紫渊、吴昊等人的期盼。他从怀中掏出紫渊给的凝神丹，塞进嘴里，丹药入口即化，一股清凉的力量瞬间流遍全身，护住了他的神魂，让他的意识清醒了几分。他强忍着痛苦，运转体内残存的灵力，同时催动龙族血脉的力量。金色的血脉之力在他周身形成一道微弱的护盾，虽然无法完全抵挡法则之力的攻击，但也稍微减轻了一些痛苦。通道内的法则之力越来越强，陈平的身体已经变得血肉模糊，连握剑的力气都快没有了。他的眼前开始发黑，意识也逐渐模糊，仿佛随时都会晕过去。神王宫，一定要到达神王宫。陈平在心中默念，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朝着通道的尽头飞去。通道的尽头隐约有一丝光亮，那是八重天的方向。就在他即将到达通道尽头的时候，一股更加强大的法则之力突然袭来，狠狠撞在他的胸口。噗！陈平喷出一口鲜血，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，朝着通道尽头飞去。他的意识彻底模糊，身体重重地摔在一片草地上，斩龙剑也从手中滑落，插在一旁的泥土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陈平才缓缓睁开眼睛。他发现自己躺在一片陌生的草原上，天空是淡蓝色的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气，与六重天的魔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里就是八重天吗？陈平想要起身，却发现浑身剧痛，稍微一动就牵扯到伤口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，身上的伤口还在流血，但体内的经脉受损严重，灵力也所剩无几，连地仙境一品的修为都难以维持。还好活着到达了八重天。陈平松了口气，他挣扎着伸出手，想要拿起一旁的斩龙剑，却发现自己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他只能躺在草地上，大口喘着气，恢复体力。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，虽然到达了八重天，但神王宫在哪里他还不知道，而且以他现在的状态，若是遇到八重天的修士或者危险，根本没有反抗之力，必须尽快恢复体力，找到神王宫。陈平闭上眼睛，开始运转体内残存的灵力，缓慢地修复受损的经脉。八重天的灵气极为浓郁，对他的恢复很有帮助，但即便如此，想要恢复到巅峰状态也需要一段时间。就在陈平专心恢复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他心中一紧，连忙睁开眼睛，警惕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只见几名身着金色铠甲的修士朝着他走来，他们周身环绕着神圣的气息，手中拿着长枪，眼神锐利，显然是八重天的修士。你是谁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为首的修士走到陈平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中满是警惕。陈平知道，这是他在八重天遇到的第一批人，也是他寻找神王宫的希望。他强忍着痛苦，艰难地开口：我是来自六重天的修士，我要找神王宫，不知道各位道友知道神王宫的位置吗？为首的金甲修士听到六重天与神王宫，眼神陡然一凝，手中长枪微微前倾，语气更添几分警惕。六重天，如今六重天已被魔气笼罩，沦为魔修炼狱，你怎会孤身出现在八重天？且看你伤势惨重，灵力紊乱，莫不是魔修派来的奸细？其余几名金甲卫也立刻围了上来，长枪直指陈平周身要害，神圣的灵力如锋芒般锁定他的气息。陈平强撑着剧痛，
艰难地抬起手，露出掌心龙族血脉的金色纹路，我绝非奸细，我是陈平，为求援兵才冒险破界而来。六重天千万生灵正遭魔修屠戮，神国修士几乎覆灭，唯有神王宫能救六重天于水火。金色纹路在阳光下泛着温润光泽，与八重天的神圣灵气隐隐共鸣。金甲卫们见状，眼中的警惕稍减。龙族血脉纯净中正，绝非魔修所能伪造，且眼前这修士虽重伤濒死，眼神却清明坚定，并无邪祟之气。为首的金甲卫沉吟片刻，对着身旁一人吩咐：你速回宫禀报，就说有六重天修士身负龙族血脉，重伤破界而来，求见四殿主。其余人看好他，若有异动，立刻拿下。那名金甲卫领命后，脚下灵光一闪，化作一道金色流光，朝着远方飞去。余下几人收起长枪，却仍保持着戒备姿态。其中一人递过一瓶丹药，这是清灵丹，能暂稳伤势，你先服下吧。四殿主是否愿意见你，还需等消息传回。陈平接过丹药，感激地点头，颤抖着将丹药送入嘴中。丹药入口即化，一股清凉灵力顺着喉咙滑入体内，虽无法修复受损的经脉，却勉强压制住了伤势恶化，让他呼吸顺畅了些许。